皇城贫民区。大妮站在破旧的木板床前，瞧着已经烧糊涂了的弟弟妹妹，又焦急地向外面看了一眼。爹怎么还没回来？难道是没借到钱？正想着，就听到外面有动静，忙冲了出去。爹，你借到钱？你这脸咋的了？肿得这么厉害，好像是被谁打的。哎呦，是啊，他爹，你这脸是咋弄的？赵氏也从屋子里跑了出来，脸怎么肿成这个样子了？我没借着钱，就想着去赚些，哪晓得张三那几个犊子！叶大牛气得不行，借了一圈也没借到一个铜板，就想着去找点活干。不曾想张三他们兄弟几个这么蛮横，把所有活都揽了下来，一点也不肯给他。他只不过是多说了几句，就被他们兄弟打成这个样子。娘的，我去找他们算账！大妮气得要往外冲，被叶大牛又给拽了回来。回来，你一个姑娘家能打得过他们三个大男人吗？我揍死他们！大妮气得咬牙，不许去！是啊，大妮儿，你就消停点儿吧。赵氏也抹起了眼泪。大妮气得一屁股坐了下来，以后再找他们算账。看到地上的树叶，随手捡了3片，默念了几句，又抛了出去。复卦，出门往右走有转机。这么说，弟弟和妹妹还有活着的希望。冲出院子后，就奔着右面拐了过去。这卜卦是他跟皇城里一个算命先生学的，本想着学好将来也能做一名相师，赚个养家糊口的钱，那家里也就不会吃了上顿没下顿了。是怎么也没想到，他还没把本事学完呢，师傅就病死了，算是彻底打破了他的梦想。一跑出贫民区，就见广陵王府门口围了不少人，转机一定是在那儿了。一路狂奔地奔了过去，从一群破衣烂衫的人中挤到了跟前，见一位中年男子正站在大门口。你们都听好了，10岁以下、15岁以上的我们不招，签的是死契，10两银子，每月月银是500个大钱，若是干得好的话，还会给加钱的。刘管家，我愿意。一个身形瘦弱的小女孩举起了手。我也愿意。又一个小姑娘站了出来。我们2个都愿意。2个长相很像的小姑娘也站了出来。紧接着，一个个都举手站了起来，都是小细胳膊小细腿，一看就是长期吃不饱饭的。眼瞅着不断有人往外站，大妮也赶忙举起了手。我也愿意。你们都过这边按手印，到那边再领10两银子，明日就过来上工。瞧着手里沉甸甸的10两银子，大妮儿二话不说就冲向了药铺，找到了之前给弟弟妹妹看病的那个大夫，按照他们的病情，给他们每人开了5副药，总共花了600文。拎着手里沉甸甸的药包，没有时间想别的，冲出药铺就往家跑。娘，快点熬药！哎，大妮儿，这药是哪儿来的？赵氏吃惊地望着大妮手里的药包。娘，先别问那个了，赶紧熬药吧。好，那我这就去生火。赵氏点头，赶忙走出了屋子。大妮儿也拎着药跟了出去，和赵氏忙碌了起来，一直到把药熬在火上，这才一屁股坐了下去。大妮儿啊，这药钱你从哪儿弄的呀？叶大牛也凑了过来。是啊，大妮儿，你是在哪儿弄的钱呀？爹，娘，我把自己给卖了。啥？叶大牛猛地站了起来，眼圈顿时就红了。虽说家里日子苦，但他也从未想过要卖孩子，
这孩子竟然把自己给卖了。大妮儿，你咋这么傻呀？爹娘，我卖的是广陵王府，没你们想的那么差。人家刘管家都说了，我们每个月还有500个大钱拿呢。那也是奴才呀。就是啊。赵氏哭得更厉害了。爹娘，你们觉得咱家现在还有别的法子吗？丹妮指了指炉子上的汤药，他若是不把自己给卖了，顺子和二妮儿就都活不成了。是爹没有，是爹没有，媳妇孩子都养不活呀。爹娘，这是我的卖身钱，这400个大钱我自己留着，这些留着给顺子和二妮儿看病吧。瞧着手里的9两碎银子，赵氏隐忍着情绪。这太多了，要不你再留一些吧。我有这些就够了。大妮儿，你去广陵王府没说让你干啥活儿？赵氏一脸担忧。还没说呢。大妮儿摇了摇头。听说广陵王府的世子2年前从战场上回来，伤了根本，整个人就变得狂躁易怒了，已经有不少人死在他手里，只要不伺候那个活阎王就行，活儿苦点累点都没啥。而此刻，活阎王娄玄义正阴沉着脸瞪着桌子上的一盘桂花糕。可查出什么了？连母亲送过来的东西都敢做手脚，胆子还真不小。回世子，送桂花糕的婢女已经掉池塘里淹死了。莫隐咬着后槽牙，他去晚了一步，等赶到时人都已经咽气了。下去吧。瞧着连头都不敢抬的大妮，娄玄义好心情地看向了莫隐。让长平给他安排一下。是。莫隐点头，又看向了大妮。你跟我过来吧。啊，是。大妮赶忙跟在莫隐后头，走得极快，就好似后面有狗撵似的。一直来到一间大屋子，见不到娄玄义了，心里这才松了口气。看来外面那些人说的没错，那世子果然是个恶魔。他在身边一站都不用说话，就感觉像是要杀人似的。见大妮一副如释重负的样子，莫隐笑着指了指长平。他叫长平，以后你就跟他做事吧。哦，那我以后都干啥呀？哎，跟你说话呢。莫隐瞪了长平一眼，怎么还傻了呢？哦，日后你就随时听从召唤，做些杂役吧。长平回神，又看了眼大妮，这长得也太磕碜了吧，真不知道这世子是怎么想的，就算没有那心思，好歹也选一个顺眼一点的呀，看着也舒坦，竟然选了一个这么丑的，就没见过梳这种头发的，就看那脸上这个大痦子，还有这头发，估计眉眼也得老磕碜了，要不然不可能给挡住了。哦，大妮点头，转头又看向莫隐。那你是这府里的主子吗？不是，我叫莫隐，跟你一样，也是伺候世子的。哎，那你们俩这衣服咋不一样呢？这府里做的事情不同，穿的衣服也不一样。我是世子的亲随，就是时常跟着世子一起出去办事的。他是管着院子杂物的。哦，我明白了，你是世子的跟班，你是世子老妈子。也不能这么说，我是负责这院子所有杂物的管事。说白了，这院子的事情啊，都归我管。长平挺了挺胸脯子，他可是内务总管，怎么能叫老妈子呢？哦，那我知道了，你就是老妈子的头。长平无语，算了，跟他这没文化的解释这些干什么？那我也能穿上你这样的衣服吗？你是女孩子，应该穿的是裙子，怎么能跟我穿的一样呢？
我能穿裙子呢！大妮一脸震惊，她长这么大还没穿过裙子呢。你喊什么啊？啊，我错了。大妮立马低头道歉，她只是太高兴了而已。行了，你就看着把他安排了吧。莫隐笑着看向了长平，这货是被说成老妈子头，不高兴了，转身就走了出去，来到娄玄义的书房。世子，都安排好了。娄玄义放下手中书卷，你得亲自调查一下。之前也没在意，这会儿越想越不对劲儿。府中何时招过这么丑的丫头，还送到他面前来？难不成是某些人又换了路子？世子，属下觉得您多虑了。让你去你就去。娄玄义白了他一眼。是，属下这就去。为了方便伺候世子，长平给大妮安排的房间和娄玄义的房间是挨着的。大妮，外面传来了长平的声音。哎，来啦！大妮打开了门。这2套衣裙是给你的，你那衣服就不要再穿了。瞧着水粉色的裙子，大妮稀罕地摸了又摸。我穿这个不白瞎了吗？这就是咱们府中女婢穿的衣服，赶紧换了吧。行，那我可就换上啦。抓紧换上吧。见他走后，大妮就迫不及待关上了门，赶忙将自己衣服给脱了，穿上了新裙子，稀罕地摸着身上滑溜溜的料子，开心地咧嘴笑。嘿嘿，做梦都没想到有一天还能穿上这么好看的裙子。长平正在院子里看着大家伙干活，就见一身淡粉色衣裙的大妮儿从屋子里走了出来，先是一愣，而后就别过了头。哎，可惜了这身衣裙了呀。长平，那我干点啥呀？干点啥？今儿个你先把这些门和窗擦擦吧。正好趁这机会看看这丫头是不是个老实的。行。大妮果断点头，许是穿了新衣裙的缘故，感觉像是有使不完的劲儿似的。没用一会儿，一扇木门就擦完了。没用多久，两边厢房的门和窗就都擦完了。又端着水盆来到正房，开始擦门窗。娄玄义坐在桌子前，就见门外一道影子晃来晃去的。一看那小身板还有那西瓜头，不用猜都知晓应该是那丫头。收回了目光，继续看书，只是看着看着，目光就不受控制地看向外面。就见那道影子一会儿在这扇门前，一会儿在那扇门前，跟个鬼魂似的飘来飘去的。瞧着他在窗户上爬来爬去的，不知道的还以为窗户上趴着一只大螳螂呢。就在他擦得正起劲儿的时候，长平从屋子里走了出来。当瞧见世子窗户上跟个壁虎似的大妮儿时，嘴角狠狠一抽。祖宗哎，你咋还爬那上去了？世子可在屋子里看书呢，这若是惹火了他，他都得跟着倒霉。大妮儿回头，还未等问长平咋的了，脚下就踩秃噜了。娄玄义眼瞅着那只大螳螂从窗户上掉了下来，他妈，一屁股摔到地上。小祖宗，你咋跑这儿来了呀？不是你让我擦窗户的吗？大妮儿捂着屁股站起来。你……长平一噎，气得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。瞧着她掖在腰上的裙子，立马又找到了发泄口。你这是干什么？哪有姑娘家把裙子掖在腰上的？我这不是为了干活方便吗？这裙子也不会弄脏了。大妮儿将裙子给拽了下来。这满院子的男人，成何体统？你娘就没教过你男女要大防的吗？我这也没露着呀。你给我闭嘴！长平气得脑瓜子嗡嗡的。
在这院子里还没有人敢这么跟他顶嘴的。刘管家也真是的，怎么就招上这么个蠢货，还被世子给选中了。哎呀，长平大哥，你别生气啊，我这不是刚来，啥都不懂吗？你先回屋子去吧，不叫你不许出来。再让他在这待下去，这枪子都得气炸了。哦，好。大妮儿点头，一瘸一拐的回了自己屋子。莫野一回来，就见长平的脸黑如锅底。谁惹咱们常大总管生气了？哎呀，别提了。长平挥了挥手，一看这货不打算说了，莫隐推门进了屋子，见自家世子正在那儿憋着笑呢。调查的怎么样？娄玄义恢复了张严肃的脸。回世子，挺清白的。他家里除了父亲母亲之外，还有一个病中的弟弟和妹妹。这次卖身，也是为了给他弟弟妹妹治病的。而且周围我已经打听过了，他们一家子都挺老实的，还经常被欺负。不过这丫头倒是个不受气的，经常跟人打架。既然那丫头是清白的，留着倒也不是不可。正想着，长平就凑了过来。世子，就算那丫头清白，咱还是给打发了吧。一看这货扯着苦瓜脸，娄玄义的心情莫名的好。那怎么行？好不容易遇着个清白的，怎么也要留着。一直到傍晚，娄玄义端起饭碗时，才想起了他。那丫头在干什么？那丫头。长平一愣，立马拍了拍自己脑瓜子。哎呦，我把她给忘了。奴才这就去找她。转身就往外走，着急忙慌的来到大妮门口。大妮，你在里面吗？哎，来了。大妮赶忙打开了门。长平，是又有啥活计了吗？没有了，我是带你去吃饭的。长平愣了一下，这丫头倒是个实诚的。啊，吃饭了！大妮眼睛一亮，听他这么说，肚子还真有点饿了。啊，跟我走吧。嘿！大妮开心的跟在长平后头。我带你去厨房，日后早午晚到饭时，你就自己去吃吧。长平指了指前面厨房。啥？早午晚？你是说我可以每天吃3顿饭吗？你喊啥呀？再说，这有啥大惊小怪的？哦，对不起啊，长平大哥，我就是听到说吃3顿饭，有点不大敢相信似的。这有啥不敢相信的？他说的是吃3顿饭，也不是杀3个人。你在家里不是吃3顿饭吗？咋可能呢？我们家每日只吃1顿，还是稀粥，即便是过年的时候，也吃不上1顿干饭的。就1顿啊？难怪这丫头能这么老实的在屋子里待着。屋子里面坐着的娄玄义也停下手中筷子，瞧着面前6菜1汤，心里很不是滋味。皇城的百姓尚且如此，那些贫困地区更可想而知了。就这还不保证经常有呢，若是家里断粮了，就只能去城外挖野菜了。好，那咱们去厨房吧。长平点了点头，语气比之前和蔼了不少，就连看着大妮也没那么讨厌了。还有饭和菜了吗？长平看向厨房里的师傅。就剩这些了。那师傅端过来一个盆，里面差不多有1小碗米饭，还混合着几样菜的碎末，是今天晚上吃剩下的。今天啊，你就这么先对付吧，明日早点过来，别误了时辰。啊，晓得了。大妮眼睛一亮，就这还对付呢？长这么大，他还从未吃过干米饭呢。瞧着这丫头吃得狼吞虎咽的，长平心里还挺不是滋味的。本来米饭就没有多少，再加上大妮儿这会儿也委实是饿了，3两口就把所有米饭都吃得干干净净。你去打盆水，世子该洗漱了。哦，大妮赶忙跑了过去，舀了半盆水，
又往里面加了些热水，试了一下水温，感觉可以了，这才将盆给端了过来。长平点头，虽说这丫头丑了些，但心还是挺细的，领着她去了娄玄逸的屋子。把水端过来吧。是。大妮低眉顺眼地走了过去，来到男人面前，也不敢抬头看，小心翼翼地把水盆放到了地上。世子，您洗脚。娄玄逸点头，直接抬起自己左脚，结果大妮就像没看到似的，瞧着他还杵在那儿呢，长平的眉头顿时皱了起来。你还在那里瞅什么呢？赶紧给世子脱鞋呀！大妮无语，这么大人洗个脚还得让别人脱鞋呢。但一想起人家是身份尊贵的世子，又赶忙来到跟前，直接抱住了娄玄逸的鞋子，拽了一下没拽动，还挺紧的。瞧着床旁的脚踏，二话不说就踩了上去，咬着牙开始较劲儿。还未等娄玄逸看明白这丫头要做什么，整个人就被他从床上给拽下来了，好巧不巧的还一屁股坐到了水盆里，当时就把长平给看傻了。天哪，你这是要干啥呀？你还不快松开！大妮这才松开娄玄逸的脚。世子，您没事吧？长平赶忙将他给扶了起来，瞧着吓得缩成一团的大妮，娄玄逸气得不轻。备水。快来人，给世子备洗漱水。长平赶忙招呼，见世子去了浴室，又使劲地戳了戳大妮的脑门子。你嫌命长，也别拉上我呀！哎呀，长平大哥，我真不是故意的。还杵在这干啥？赶紧把地上的水擦了。之前还可怜这丫头，这会儿只剩下恨了。大妮儿点头，不敢怠慢，忙拿起抹布跪在地上擦了起来。等娄玄逸冲完澡出来，就见大妮儿撅着屁股蹭着地面，生怕惹恼了世子，长平忙拉住了大妮儿。还不快退下！是。大妮儿一爬起来，端着盆就往外跑。世子，您没事吧？都怪那丫头。滚！看到他就来气，一回头就见莫隐都要憋出内伤了，上去就踹了一脚。你也给我滚！一个两个的，这是要把他给气死啊！是。莫隐咧着嘴退了出去，长平也紧跟其后。大妮儿一跑回自己屋子，一颗心还是狂跳不止。完了完了，这下可捅娄子了。听说那世子心情不好就要杀人，赶忙从兜里掏出3个铜板，嘴里默叨了一句，就把铜板扔到地上，又赶忙凑过去看了看。坤卦，小心处事，万事谨慎。这一下心里更慌了，嘴里又默叨了一句，再次将铜板扔了出去，结果还是跟刚才一样，这也没说怎么解决呀。又拾起铜板扔了一次，结果还是跟刚才一样，扔了3次都是坤卦，都是让他小心行事。看来这次真是悬了。哎呀，诸位神仙显灵，保佑我这一次成功躲过这一劫。次日，他早早就起来了，鬼鬼祟祟地溜去了厨房。一进屋子，就见里面已经有人在排队了。哎，老刘，明儿个休沐，你打算去哪快活？那还用说吗？当然是去找相好的快活了。另一个小伙子把话接了过去，紧接着整个屋子里都传来了爽朗的笑声。在这儿做活竟然还有休沐呢。大妮儿有心想问问，可一看这里人都不认识，还是咽下了嘴里的话。下一个。那中年汉子看了一眼大妮儿，他们这院子里全都是男人，好不容易来一个女的，竟然这么磕碜，真不知道世子是怎么想的。一看他这眼神儿，就知晓心里想的是啥。
大妮儿也无所谓，喜滋滋的端着盘子和碗就走了。刚一走出厨房，就瞧见了长平，立马跑了过去。长平大哥，咱们这儿还有休沐吗？咱们每月月底发月银，休沐1日。那我也能有银子发吗？我不管这事儿，你去问问刘管家吧。长平说完就背着手走了，就没见过这么蠢的。不过大妮儿毫不在意，反倒是还开心的不行，喜滋滋的端着早餐回了自己屋子，瞧着软黄的小米粥和白白的大馒头，没忍住笑了。这吃的也太好了吧，他们那日子过得最好的也没吃上白馒头啊，这广陵府也太有钱了。拿过白馒头就要往嘴里塞，突然间又停了下来。娘他们都还没吃过这白馒头呢，说是拿回去给他们吃，铁定得老高兴了。吃完了米粥之后，将白馒头包了起来，又将碗和碟子送去了厨房。见长平还在院子里站着，想起了昨晚上的事儿，立马跑了过去。长平大哥，我求你个事儿成吗？说。长平大哥，你来我屋里，我跟你说。长平本想拒绝，可架不住大妮儿使劲拽呀，硬是把他给拖进去了。一进屋子里，大妮儿就赶忙关上了门，看得长平警铃大作。你要干啥？一看大妮儿把门关上了，长平警觉了起来。这丫头该不会是想跟他那个吧？到时候好让他在这罩着他，想得美。先不说自己没那个心思，即使是有的话，也不会找他这么蠢又这么磕碜的。大妮儿并不知晓长平心里想的这些。长平大哥，你教教我怎么给世子脱鞋吧。你找我就是这事儿？就是这事儿。我们平时在家里穿的都是草鞋和布鞋，也没见过世子那样的鞋呀，不晓得该咋脱，就想跟你学学，免得下回再惹祸了。那你可听好了，我就教你一回。大妮儿重重点头。伺候主子那是要打心眼里恭敬的，像你这么站不行。哦，那是这样吗？大妮儿立马双膝着地，跪了下去。那倒也不用，单膝着地就行。哦，大妮儿又收回了一条腿，变成单膝着地的姿势。你要轻轻地脱起主子的鞋。大妮儿又轻轻托起长平的脚，试探地拽了一下，结果还是没拽动。长平大哥，你这鞋也挺紧的。又试探地拽了一下，为啥他们男人的鞋都这么紧呢？真不晓得是咋穿进去的。别拽了，那不是有带子吗？你得先解开。长平立马抓住椅子的扶手，再拽就把他给拽到地上去了。大妮儿一愣，又探头看了看，这里面竟然还有个袋子呢，难怪昨晚世子的鞋没脱下来。解开里面的袋子，很轻松的就把长平的鞋给脱了下来，结果下一秒眼珠子就瞪得老大。哎妈，太臭了！大妮儿赶紧捂住了鼻子。臭谁让你脱了？长平的脸又沉了下来，立马就从他手上将鞋子给夺了回来，又穿到自己脚上，正要起身离开，又被大妮儿给拽了回来。长平大哥，你别生气啊，我错了还不行吗？不说实话好了。还干啥？长平甩开他的手。长平大哥，我这才刚过来，啥都不懂，你再提点我几句成不？免得我再惹祸了。日后少说话，多干活，不明白的就在一旁瞅着，可不能像昨晚那么鲁莽了。我晓得了。那还有别的需要注意的吗？需要注意的多了，你慢慢学吧。不过有一点最重要的，你可一定要记住了。啥？大妮儿瞪大了眼睛。就是那些不该有的心思，趁早歇了。
不该有的心思。大妮儿一脸的懵逼，明显是没听明白。就是不能爬世子的床，要不然你会死得很惨。自从世子从战场上回来之后，总有人偷偷爬床，已经不知处理多少了。爬床？为啥要爬世子的床啊？是没地方住吗？大妮儿还是一脸的不解。一看他这个棒槌，长平又耐着性子道：爬床就是钻世子的被窝，想和他……话还未说完，都被大妮儿给打断了。啊，我明白了，长平大哥。说完脸都红了。以前听小姐妹说过，那些想当姨娘的有不少都是钻主子被窝的。长平大哥，你放心，这个心思我是绝对不会有的。你也瞧见了，就我这模样的，即便是爬了床，也得被世子给踹下来。你晓得就好。长平满意的点头。这丫头还算是有自知之明，正要出去，又被大妮儿给叫住了。长平大哥，要不你给我安排点离世子远的活吧，免得捅了娄子你也跟着遭殃啊。那你今日就去后院把那些土翻了吧，过2日花苗就回来了。尽管这是男人干的活，但他实在是想不出让这丫头干点什么了。行，那我这就去。大妮儿正要出去，又被长平给拦住了。你赶紧把你那裙子放下。他嫌弃地指了指大妮儿腰上掖着的裙子，哪有一点女孩子的样子？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山上下来的女土匪头子。可我怕把裙子给弄脏了。那也不能掖在腰上啊。长平又瞪了他一眼，转身走出去。隔壁，娄玄义好心情地弯起了嘴角，这丫头还真是个有趣的。大妮儿来到后院时，又被震惊了一把。这院子也太大了，在花房里面找了一个铁镐出来，瞧着眼前这片土地，卯足了劲儿，开始刨了起来。只是刚刨没一会儿，长平就过来了。大妮儿，你过来。大妮儿赶忙放下铁镐，一路小跑奔了过来。这衣裳和鞋是给你的，赶紧换上吧。你这衣裙啊，日后就不要再穿了。长平嫌弃地指着大妮儿身上的衣服，还真是穷命。本想给她弄身好看的衣服穿，结果穿在她身上就跟戏服似的，还总把裙子掖到腰上。这些都是给我的。瞧着长平手里拿着的新衣服，谢谢长平大哥。换上吧，你这衣服呀，日后就不要再穿了。长平指着他身上的衣服，太磕碜了，毫无美感可言。行，那我这就去换了。把换下来的衣服叠好，放到了柜子里，等明日拿回去，能给娘和二妮儿改善好几件呢。走出屋子，大摇大摆往前走，还得是这裤子穿着舒服，一点也不碍事儿。正嘚瑟着，突然间就站住了，立马弯腰弓背加低头。世子，真是怕见到谁就见到谁。娄玄义压住了上扬的嘴角。你还别说，这丫头穿上这身衣服，确实比穿那身衣裙顺眼多了。就连长平也是这么认为的，满意的点了点头。去干活吧。是。大妮儿低眉顺眼的奔去了后院，一到后院就长长的舒了口气。哎呀妈，那世子咋那么吓人呢？只要往他跟前一站，都不用看他，这心里就突突的厉害。拎起铁镐，又来到园子里，卯足了劲儿，一铁镐就刨了下去。也不知道是不是穿了新衣服的缘故，总觉得有使不完的劲儿似的。没一会儿就翻了一大片的地，瞅着又快到吃午饭的点儿了，就更有盼头了。这心情一好，嘴里就不受控制的哼起了小曲儿。娄玄义正在客厅里喝茶，就听见后院哼哼唧唧的，犹豫了一会儿，
还是起身站了起来。来到后窗前，就瞧见大妮儿的铁镐都快抡飞了，又看向一旁的长平。这又是你给安排的活儿？世子，我这不也是怕他惹您生气吗？对了，府里这2日都穿什么了？娄玄义瞧着干得正卖力气的大妮儿，又端起茶杯轻抿了一口。府里收了个丫头，外面指不定得怎么传呢。世子，外面都传开了，说您这2日没出门，就是因为那丫头。长平冲着窗外的大妮儿抬了抬下巴。哼。娄玄义冷哼一声，这也在他意料之中，毕竟有不少人没见过这丫头的模样。正要再轻抿一口茶水，就见大妮儿手里的镐头朝着这边飞了过来。小心！莫影和娄玄义快速地向一旁跳了去，但长平就苦逼了，脑子里正想着怎么讨好世子呢，突然间就见他们跳出去那么老远，还没回过味儿来，就见一个镐头奔着自己飞了过来。哎呀！准确无误地砸到他脑门上，当时眼皮子一翻，直挺挺地躺在地上。长平！莫言赶忙冲了过去，来到跟前，俯身蹲下，探了探他的鼻息，还在，忙冲着外面喊了起来：“快去请溥仪过来！”又看了一眼身旁的镐头，这一下子打得可真不轻。大妮儿这一会儿也是一脸懵逼，镐头呢？难怪觉得这一下这么轻，原来镐头没了。但听到前面屋子里闹哄哄的，犹豫了一下，还是走了过去。来到窗根下，想看看自己的镐头是不是飞到屋子里了。结果这窗户太高，踮着脚挑了半天也没看到，那也只能进屋瞧瞧了。将手扒在窗户上，吭哧吭哧地往上爬。娄玄义和莫隐瞧着窗户上那只干瘦的小手，紧接着腿一跨就骑在了窗户上。哎妈呀，这竟然是世子的屋子！瞧着这一屋子的人都盯着他，一颗心狂跳不止，不知是该进去还是该出来。下来。娄玄义瞪了他一眼，没想到他还挺灵敏的，这么高的窗户都爬上去了。哦，是。大妮儿赶忙从窗户上跳了下来，又往莫隐身边凑了凑，一回头就瞧见长平手里拿着的镐头。哎，还真在这儿呢，难怪找不到呢，原来真的飞进屋子里了。跑过去就要拿过来，结果镐头被长平攥得死死的，生怕给这货再造成2次伤害。莫隐立马拉住了他。他都受伤了，你就别拽了。哦。大妮儿点头，这才松开了手。怎么样？娄玄义看向溥仪。回世子，场馆是指被重物砸的短时间休克，没有性命之忧。溥仪将最后一根针给收了回来。重物砸的？大妮儿一愣，看了一眼长平手里攥着的镐头，又不确定的看向了莫隐。长平大哥是被这镐头给砸晕的？你以为呢？莫隐白了他一眼，瞧着长平睁开了眼睛，立马凑了过来。长平大哥，对不起啊，我不是故意的。瞧着眼前的大妮儿，长平的表情是从未有过的和蔼。没事，你先回去歇着吧。哎，那我扶你起来吧。不用，这么多人呢，不用你。时辰不早了，你赶紧去吃午饭吧，免得一会儿又没有了。长平连连摆手，这祖宗他可惹不起。那我就先出去了，你要是有什么事儿就来叫我。瞧着他走出了屋子，娄玄义戏谑地挑起了嘴角。还真是稀奇呀，难不成日头打西边出来了？就是，你该不会是鬼附身了吧？莫言也笑着在一旁附和。就那样的，我还能跟他争辩出对错吗？
看着手里的镐头，气呼呼地递给身旁的人：“把这玩意给我扔远点，再去铁匠铺啊，焊一把结实的，专门给那丫头用。”瞅着应该快到饭点了，转身走出了屋子，来到厨房，又被丰盛的午餐给吸引了。白米饭，竟然给他们下人吃白米饭，这广宁府也太有钱了吧！等把碗筷送回厨房出来时，没见到长平的影子，犹豫了一下，还是奔着他的屋子去了。长平大哥，大妮儿敲了敲门：“有事吗？”长平慵懒地答应了一声：“长平大哥，你咋样了？”大妮儿推门走了进去：“死不了，有啥事啊？”“长平大哥，对不起啊，我真不是故意的。”“说正事，你干啥来了？”“长平大哥，我想问问那个镐头你放哪儿了？我打算安上，下午还得继续刨地呢。”“那镐头坏了，我已经让人去定做新的了。今儿个下午你什么都不用干，在屋里好好待着，等把新铁镐买回来，你再干活。”“再让他干，镐头还得飞出去，万一要是伤到世子，那可就坏了。”“坏了？那行吧，等你买回来就告诉我一声啊。”大妮儿起身站了起来，正要离开，似是想到了什么，脚下步子又停了下来。“哎，长平大哥，你这也没个人照顾，要不我留下来照顾你吧？”“不用，我这不用人照顾，你赶紧回屋吧，我要睡觉了。”长平直接躺了下来，还快速闭上了眼睛。看到这丫头，心里就闹腾，怎么可能让她来照顾啊？那行吧，你若是有事的话就喊我啊。大妮儿转身走了出去。次日一早，她早早就起来了，将准备好的包袱拿在手里，里面是那2套新的衣裙，还有她自己那2套打满补丁的旧衣服。穿上了新的绣花鞋，背着包袱，开开心心地走出了院子。打听了半天，才找到了账房。“刘管家，我有钱领吗？”“你能领2日的。”“好。”瞧着手里34个铜板，大妮儿开心的不要不要的，这2天就赚了这么多，比爹都能赚钱了。开心的将钱揣进兜里，喜滋滋的走出了府。在路过商业街时，花了2文钱买了2串糖葫芦，又花了10个铜板买了10块麦芽糖。正打算离开，就被一位穿着绸缎衣裙的姑娘拦住了去路。“你站下。”“干啥？”“你跟我过来，我还有点事要问你。”那姑娘跟使唤奴才似的，冲着大妮儿招了招手。“我又不认识你，凭啥听你的？”“我是秦姨娘身边的大丫鬟，找你问点事儿，跟我过来一趟。”“秦姨娘？”大妮儿有点懵，她可不认得什么秦姨娘。“哼，我们秦姨娘是广陵府的大房姨太太，赶紧过来。”“广陵府的？你找错人了，我啥也不知道。”绕开她就想走，被那姑娘又给拽住了。“嘿，你这是什么态度啊？就不怕我们姨娘怪罪下来吗？”那姑娘死死抓着大妮儿。“我又不是伺候你们姨娘的，怕个球啊！”“你别给脸不要！”那姑娘的火直接窜到了脑门子，再次追上了大妮儿，扯住她的胳膊不让她走。大妮儿怎么可能听她的，正要推开她回家，结果那女人抓住了她的包袱，猛地一扯，直接把包袱给扯散了。不但衣服散落一地，就连她手上的糖葫芦也都掉到了地上，白馒头和麦芽糖散落在地上，就被旁边几个小乞丐给抢走了。“我他妈跟你拼了！你敢抢我东西！”别打了，我赔给你还不行吗？你当然得赔了。
大妮儿停下了手，一把就从他腰间把荷包给扯了下来，从里面数出了16个铜板，又给他扔了回去。看你以后再给我嘚瑟的！又踹了他一脚，这才将衣服拾了起来，重新放到包裹里包好，又转身折了回去。买了2串糖葫芦、10块麦芽糖和4个白馒头，小心翼翼地塞到了包袱里，举着糖葫芦回了家。巷子口的马车里，世子，你说青莲找大妮儿干什么？莫爷也往前面看了看。这还用问吗？世子，估计秦姨娘应该不会善罢甘休的。爹娘，我回来了。大妮儿，你咋回来了？爹娘，我今日休沐，还发工钱了呢。大妮儿开心地将兜里花剩下的24个铜板给掏了出来，喜滋滋地塞到了赵氏手里。这是我今天花剩下的，都给你。哎呀，这么多呢！10岁的顺子和8岁的二妮儿就从屋子里跑了出来。大姐，顺子、二妮儿，你们好啦！大妮儿稀罕地摸了摸他们的脑门子，虽说脸色还有点差，但已经不烧了，看来那些药没白吃。大姐，对不起。顺子眼圈通红，若不是他们生病的话，大姐也不会把自己给卖了。哎呀，不说那个了，看大姐给你们买啥了。大妮儿将手里的糖葫芦递了过去，又从包袱里将麦芽糖给拿了出来。这个呀，就留着你们吃药的时候吃，省得嘴苦。又从包袱里将那4个馒头拿出来，递给了赵氏。娘，这馒头也是给你们的，还有这些衣服也是。哎呀，这么多呢！4个大白馒头就不说了，这2套缎子面裙子可不能便宜了。娘，这都是府里给的，还有我这身上穿的也是。除了这一套，我还有一套新的呢。大妮嘴里跟倒豆子似的说个不停，一直在家里待到傍晚才离开。前脚刚一踏进府门，就见一个脸肿得跟猪头似的姑娘，龇牙咧嘴的指着她的鼻子：“就是他，给我绑了！”瞧着脸肿的已经没了人样的青年，大妮儿还愣了一下，但很快也认出了他。你要干啥？又看了一眼冲着自己围过来的2个婆子，这是想打群架了。小贱蹄子，看我们家姨娘怎么收拾你！瞅着2个膀大腰圆的肥婆子围了过来，大妮儿向后退了退，瞅准时机，一巴掌就呼向了左边的脖子，又冲着右边的脖子踹了一脚，趁他们不备，撒丫子就往院子里跑。废物，还不快给我追！青莲咬牙切齿地瞪着2个粗使婆子，瞧见蹲在池塘边的长平，一阵风似的冲了过去。长平大哥！娄玄义这会儿正坐在石桌前，一边听着莫隐的汇报，一边瞧着为锦鲤的长平。就见大妮儿一阵风似的冲了过来，结果跑到跟前时就被一块砖头给绊住了，整个人就飞了出去。长平刚撅着屁股站到了一半，就见大妮儿跟个炮弹似的冲着他飞了过来，当时吓得眼珠子瞪得老大，想躲已经来不及了，扑通一声直接被撞到了池塘里。嘿，快救我呀！长平大哥！莫言，你快救救他呀！莫言没吱声，慢吞吞的来到池塘旁，看向了被锦鲤包围的长平。你自己不是会游泳吗？明明这货会游泳的，还用得着让他救？听他这么一提醒，长平这才回过味儿来，搂起狗刨拼命的往岸上爬。长平大哥，快把手给我！大妮儿将手伸了过去，结果长平果断的绕开了。你给我滚！长平大哥，对不起啊，我不是故意的。大妮儿又跑了过去，见他又凑了过来，
长平这下可忍不了了。我让你离我远点，听到没有？长平气得双眼喷火，像躲瘟神似的躲开了大妮儿，来到娄玄义面前。世子，我先去换件衣服。娄玄义隐忍着脸上的情绪，又看向大妮儿。何事如此慌张？大妮儿扑通一声跪了下来。啊！求世子救命！有人想整死我！娄玄义蹙眉，不知这丫头说的是何意。你说的详细点。莫隐在一旁补充了一句。哦，是这样的，今日奴婢休沐在回家的路上遇到了一个姑娘。他就把路上遇到青莲的事儿和方才在府门口的事情详细的说了一遍。娄玄义这才听明白了。你害怕了？大妮儿点头。你既害怕他，那之前为何还要和他打架呢？那都欺负到头上了，我若是再不还手的话，那该多怂了。你这大妮是吧？大妮儿点头。这名字好难听啊，不如我重新给你起一个吧。啊！大妮儿一愣，不是说挨打的事儿了吗？咋还要给他起名字了呢？怎么，不愿意？没有，奴婢全听世子的。娄玄义满意的点头。从今天起就叫黎奴吧。黎奴？怎么好像在哪儿听过这名字呢？但一时又想不起来。不喜欢？没有，奴婢谢世子赐名。大妮儿赶忙磕了个头，叫个什么花啊朵儿的不行吗？还叫什么奴？那你……娄玄义的话还未说完，小厮就来到跟前。世子，王妃想请您过去一趟，说让您把大妮也带着。打今儿起，他就叫黎奴了。娄玄义好心情地指了指大妮儿。是。那小厮恭敬行礼。世子，估计王妃找您也是因为他。既然如此，那我只能走一趟了。娄玄义扯了扯嘴角，又看向黎奴。你随我走一趟。见他没动，莫隐又催促了一声。黎奴，世子叫你呢。大妮这才从地上站了起来，忘了自己改名字了。世子，那件事情真的不怨我，您可一定要替奴婢做主啊！拿出你打仗的劲儿来，本世子自会罩着你的。娄玄义抿唇，他可不想看自己的人这么怂。黎奴一愣，明显是有点没听明白，询问的目光看向了莫隐。硬气点，别给世子丢脸，到时世子一定会保你平安的。这能行吗？等娄玄义来到王妃院子时，见屋子里坐满了人。不知母亲找儿子何事？他冲着林氏行了个礼。玄义，秦姨娘说你招进院子的婢女把青莲打了，可有此事？哦，是吗？这我还真不知啊。娄玄义挑眉，转身坐到椅子上，众人这才注意到他身旁站着的黎奴。都说这丫头老磕碜了，如今一看，果然没说错，真是太磕碜了。尽管看不到眉眼，但就这头发，还有脸上那个大痦子，已经丑到极致了。世子院子里的人还真是厉害，都不把我们放在眼里了。秦姨娘瞪着黎奴，本想让青莲把那丫头收买的，没想到被打成这个样子。秦姨娘，这话严重了。黎奴，青莲可是你打的？他指了指青莲的猪头脸。回世子，是奴婢打的。那你为何打他？回世子，今日奴婢休沐回家，走到半路上就被他给拦住了。他要问奴婢世子您的喜好，还有平时都愿意去什么地方。奴婢已刚来2日，什么都不知晓，拒绝，他却不依不饶的，不但不放奴婢走，
还和奴婢撕扯了起来，把奴婢的包袱都扯烂了。奴婢生气，这才跟他厮打在了一起。娄玄义心想，他可没听到青莲问这些，这丫头还真能胡说八道。不过他喜欢。你胡说，我才没有问这些呢。青莲急了，你个贱婢，还在这胡言乱语！秦姨娘也是气得不行，看向了身旁的粗使婆子，还不快去给我掌嘴！两个粗使婆子杀气腾腾来到跟前，还未等伸手去抓李奴，就听到两声凄厉的惨叫。随着两声重物落地的声音，两个婆子直接摔在门口，脖子一歪就咽气了。黎奴也是吓得眼睛瞪得老大，这真给杀了？当我死的不成？娄玄义阴沉着脸，王妃，世子如此纵容这贱婢，还请王妃给妾身做主啊！玄义，你太鲁莽了。母亲，您也瞧见了，秦姨娘不顾儿子的脸面也就罢了，也不顾您的面子，当着您的面就要惩罚儿子院里的人。她一个姨娘，不分尊卑，越俎代庖，儿子实在看不下去了。王妃冤枉了，妾身也是一时着急才僭越了。秦姨娘忙来到林氏面前跪下，起来吧。又抬头看向了黎奴，你叫什么？回王妃，奴婢叫黎奴。这名儿也太绕嘴了。黎奴？林氏一愣，又看了一眼眉眼带笑的儿子，嗔怪地瞪了他一眼，这是把这丫头当成宠物了。你说青莲跟着你打听世子的喜好是吗？回王妃，是的，青莲向奴婢打听世子的事情，还说秦姨娘是王府未来的女主人，若是自己能听他们的话，将来一定有享不完的荣华富贵的。黎奴一脸认真地扯着谎，就连娄玄义都有点被惊艳到了，没想到这丫头还挺给他长脸的。王妃明察，奴婢根本就没有说过这些话，都是那贱婢自己瞎编的。你说我瞎编的，那你跟王妃说说，为啥要拦着我？你……青莲一噎，一时不知该说些什么好，毕竟他确实是想问世子的事情。一看青莲被堵得哑口无言，秦姨娘也急了。王妃，您别听这贱蹄子的话，青莲她绝对不可能。够了！林氏打断了秦姨娘的话。来人，拖下去重打20大板，若日后再有心思不纯者，直接发卖了。王妃饶命，奴婢真的没有说过这些话。一回到自己院子，秦姨娘就大发雷霆。岂有此理！王妃这是故意打给我看的。姨娘不必如此动怒。娄玄明走进屋子，他是秦姨娘生的儿子，在府中排行老3。让我如何能不生气？姨娘莫要气坏了身子，虽说这次没成，但纸究竟包不住火，相信他们隐瞒不了多久的。无法生育这种事情，即使能瞒得了一时，也不会瞒太久。话虽如此，可这指不定要等到什么时候呢？姨娘，这事啊，无需咱们操心，有父亲和老夫人呢，更何况还有沈阁老的千金在，他可是一直对咱们世子念念不忘的。等咱们府里办百花宴时，一定要把那沈家千金请过来。而此刻，娄玄义已经领着黎奴回了院子。房子表现得不错。谢世子，那奴婢就先回去了。黎奴连头都不抬就走了。一看他这副怂样，娄玄义好心情地弯起了嘴角，还挺能装的。转身回了屋子，刚一坐下，长平就走进来，跪到面前。世子啊，奴才求您把黎奴送走吧。那可不行，我留着他还有用呢。
娄玄义唇角微勾，好不容易来了一个清白又有趣的，他可舍不得给赶走了。啊！对上他懵逼的眼神，莫言笑着摸了摸鼻子。今儿个黎奴可是给世子长脸了。莫言就把在王妃院子里的事情跟长平说了一遍。次日一早，黎奴吃过早饭就去找长平了。哎，长平大哥，铁镐买回来了吗？买回来了，在这儿呢。日后啊，这就是你专用的。啊，这得挺贵的吧？那还用说吗？这是特意给你打造的。去干活吧。长平大哥你放心，我一定好好干活。黎奴点头，扛着铁镐，雄赳赳气昂昂地奔了后院。黎奴来到了昨天没有刨完的地方，举起铁镐就开始刨了起来。就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热，身上的汗也出透了。不行，得歇一会儿了，要不然都得热晕了。左右看了看，院子里的凉亭离得太远，扛着镐头奔去了前面的房子。来到房檐下坐了下来，这里还挺凉快的。看着眼前这大片的园子，都种上花也太可惜了，如果都种上粮食的话，都够20几口子人吃了。屁股挪了挪，想往墙上靠靠，结果手按在下面青砖上时，一下子就愣住了。这块青砖咋这么松呢？转身蹲了下来，伸手抠了抠，一下子就给抠起来了。起身站了起来，拿起铁镐就开始刨起来。娄玄义这会儿正坐在客厅里给长安和莫隐分派任务，就听到后面有动静。三人齐齐回头，就见后窗户那儿时不时的出现一个镐头。黎奴，你又在干啥？让他去翻地，怎么还跑到墙根来刨了？忙快步冲了过去，趴到窗户往下一看，见窗根底下被刨了一个半米多深的大坑。你上这儿来刨干什么啊？长平大哥，我瞧着这里面像是有东西似的。能有啥东西？我看你就是闲。长平的话还未说完，就瞧见大坑里那若隐若现的盒子，当时就是一愣。那是什么？拿出来。娄玄义指了指坑里的盒子，隐约有一种不好的预感。是一个红的刺眼的木盒子，个头还不小，忙俯身蹲下，将盒子端了上来，小心翼翼地打开，露出了里面一个面容极为恐怖的人偶。巨婴小鬼！你认得这个？娄玄义看向了黎奴。我听京城里的算命先生说过，这玩意儿叫巨婴小鬼，是专门吸男人阳气的。那吸完阳气会有什么后果？长平也看向黎奴。那就得看阳气被吸走多少了。轻的话身体不好，重的话那直接就能要命的。黎奴说完又蹲了下去，将小鬼拿在手里翻了个个，指了指后面的生辰八字。应该吸的就是这人的阳气。莫隐和长平都凑了过来，当瞧见小鬼后面的生辰八字时，瞬间瞪大了眼睛。这是世子的。啊，是世子的？黎奴诧异地望着娄玄义，这东西至少也有几年了，世子没觉得哪里不舒服吗？或者出过什么事情？这一看就不是新提的，世子应该有反应才对的。几年了？世子，难道那次就是因为这个？莫眼看向了娄玄义。2年前，世子在战场上和北疆人打仗时，突然间就大口吐血，幸亏王爷及时营救，要不然那次就活不成了。也是那次，王爷让世子回来的。岂有此理！若是被我逮到了，一定要把他给废了。长平气得咬牙，竟然对世子用这种下作的手段。犹豫了一下，又看向了黎奴。黎奴，那你晓得这玩意儿怎么处理吗？晓得是晓得，不过我处理不了。处理这个不难，可关键是没有白干的。
若是这种事情不收银子的话，那是会影响自己气运的。可他又不能跟世子要钱，所以就不干了。看出了他的心思，娄玄义将手伸到长平面前。啊！长平一愣，瞧着世子伸过来的手，立马就明白了，将手伸到怀里，还未等把银票拿出来，又对上世子不满的眼神，犹豫了一下，又把银票塞了回去，从袖子里掏出了一把碎银子。娄玄义从里面捡了一个5两的小银锭子，递到黎奴面前。若你能把这件事情处理了，这个就归你了。成，这事儿就交给我了。立马将银锭子拿在手里，这可是5两呢，比师傅每次赚的10几个铜板多多了。莫隐嘴角抽了抽，这世子也太抠了吧，这么大的事儿就给人家5两银子，怎么寻思拿得出手的呢？又看了一眼黎奴，这丫头也是的，就不能好好站着，就5两银子，这世子也太小气了吧。瞧着世子那得意的样子，长平都觉得有点过意不去了。就5两银子，这世子也太小气了吧。但这是主子的意思，他也不好说什么。黎奴，那这玩意儿该怎么处理啊？好呢，我一会儿用世子的血画一张反噬符，贴在这小鬼身上，然后再把它烧掉，到时候陷害世子的人就会得到反噬了。那会有什么结果？娄玄义看向黎奴，迫切的知晓被反噬是什么样的。和世子一样，当初您是什么症状，他就会是什么症状的。黎奴指了指小鬼身上的黄符，这黄符上的字应该就是那人血画的，所以一定会遭到反噬的。瞧着长平叉着腰瞪着自己，黎奴缩了缩脖子。对不起啊，长平大哥，我又惹祸了。长平回神，看了一眼黎奴手里的小鬼，咧着嘴角笑了。没事，这次不算你惹祸。是啊，这次你不但没惹祸，还得记你一大功。多亏了这丫头，要不然这东西他们铁定是不会发现的。只要你们不生气就好。娄玄义和黎奴他们回了屋子，又让长平找来了黄纸，抽出匕首，在自己手腕上划了一刀，鲜红的血汁滴答滴答的流进了碗里。你还看什么？玄义白了他一眼，划个口子就把他给吓住了。哦，黎奴点头，忙拿起了毛笔，蘸了蘸鲜红的血液，正要在黄纸上画符，结果在笔落下来的那一刻就傻眼了。哎呀妈！本来是想画一道细细的曲线的，结果变成了一大片，也不敢抬头看世子，又重新拿了一张黄纸过来。这个画错了，我再重新画一张。铺好了黄纸，又重新蘸了一下血珠，尽管小心再小心，结果等笔落下的那一刻又失败了，一个大红点子落在黄纸上。这下长平都忍不了了。你到底会不会画呀？这么一会儿功夫，浪费世子这么多血了。会画是会画，但是我不会用毛笔。你不会写字？娄玄义看着他，奴婢会写字，可那都是拿着棍子在地上写的，没用过这种毛笔。要不你先在一旁先练练吧。莫隐指了指一旁的砚台。对，你就先练一会儿吧。长平也赞同的点头。你在那上面画，这个由我来画。娄玄义拿起毛笔，就看他这水平，估计一时半会儿是练不出来了，那就让他在一旁画，自己照着他画的样子临摹。也行哈。黎奴果断点头，正愁画不好呢，若是世子能画的话，那感情好了。赶忙拿起一旁毛笔，在纸上画了起来。前面这里是这样的，有一个向上的弧度。为了不让世子画错，他一边画一边做着讲解。不过瞧见他画的符，黎奴笑了。世子，你画的也太好了吧！没想到
世子的画画的这么好，跟师傅画的一模一样。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，画的跟蚯蚓聚会似的？长平嫌弃地指了指黎奴画的符。哎，我这不是没拿过毛笔吗？黎奴不好意思地挠了挠脸蛋子，第一次用毛笔，手有点抖，这才有毛毛刺的。行了，下面该怎么做？娄玄义将黄符递了过去，这个直接贴在小鬼上就行了。黎奴将人偶上娄玄义的八字扯了下来，又将黄符贴了上去。莫言打开了火折子，直接将人偶点燃，在几人目光注视下，1尺多高的人偶很快就化为了灰烬。娄玄义的身体传来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感。世子，你咋样？是不是老得劲儿了？长平也看向娄玄义。世子，您得劲儿，身子舒服了吗？长平又瞪了黎奴一眼，总说这土掉渣的话，把他都给带偏了。娄玄义点头，他这会儿确实是觉得从未有过的轻松。那就好，幸亏世子福泽深厚，若是换成别人的话，早就出事了。长平松了口气，还得说世子是有大福运之人，这也是跟世子布局有关。黎奴的话说到一半，就立马闭上了嘴，赶忙低下头，紧张的直抠手指头，说秃噜嘴了，这话咋能当着人家面说呢？为了打破尴尬，莫言忍着嘴角的笑，岔开话题。这么说，算计世子之人已经遭到反噬了。应该是这么回事儿。去调查一下。娄玄义的目光冷了下来，能这么悄无声息地把这东西埋在他院子里，十有八九应该是府中之人干的。若真如这丫头说的那样，那人应该有症状了。是，奴才这就去查。长平一脸的严肃，说完就走了出去。这件事情办得不错，你先回去吧。娄玄义看向黎奴，是，那奴婢就退下了。瞧着他的背影，娄玄义又看向了莫隐，再去查一查这丫头。是。一直到傍晚，长平才回来，整个人还都无精打采的。世子，这府里的人，奴才就查个遍了，没见谁吐血啊。而此刻，远在北疆的战场上，娄玄义的双胞胎弟弟娄玄光，广陵王府的二少爷，正带着5000骑兵，准备从背后偷袭敌人，一口鲜血喷了出去。望着眼前这一大滩刺眼的鲜血，娄玄光整个人都愣住了。二少爷，副将赶忙冲了上来。娄玄光的话还未说完，眼前就一阵模糊，直接失去了意识。二少爷，副将赶忙扶住了他，又冲着身后的人招手。撤。半个时辰后，广陵王一路疾驰赶回了军营，一下马就迫不及待地钻进了帐篷。玄光怎么样了？王爷，属下无能，未能查出二少爷的病因。军医一脸的愧疚。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？广陵王也是急得不行，当年玄义就未能查出病因，心里就一直悬着。来人，备马车，赶紧送二少爷回皇城。父王，我不走。娄玄光撑着身体坐了起来，他还指着立功回去得到世子之位呢。你如今这个样子，还是早些。父王，您不必担心我，没事的，养2日也就好了。你这样让我如何不担心？还是早些回去吧。广陵王语气坚决。父王，我身子没觉得哪里不舒服，要不您再等2日，若实在不行，我再回去。既然如此，那就再等1日看看再说。娄玄光点头，心里也松了口气。见父王他们出去之后，
忙看向身旁的丁坤：“赶紧去给我弄童子的心头血来。”他身子向来不错，这突然间吐血，应该是遭到反噬了。想来那个人偶应该是被娄玄义发现了，而且应该还找高人处理了，要不然他不会反噬这么严重。是，属下这就去。丁坤答应一声，快步走出了帐篷。而另一边，莫隐正在向娄玄义汇报打听到的消息。世子，黎奴曾经跟皇城的一位相师学了几年相术，不过那位相师后来病死了。次日一早，洗漱完就去了厨房，刚走到门口，就听到里面的说话声：“哎，你们听说了吗？世子给那大妮改名字了，叫黎奴。哈哈哈哈，叫黎奴不挺好的吗？要不然就他那模样，有别的可能吗？给世子当猫也不错啊！啊，哼！”又一个男人也朗声大笑起来：“猫！”黎奴眉头紧皱，下一秒眼珠子瞬间瞪了起来。就说这名字咋这么耳熟呢？世子这是把他当成猫了，是没把他当人呢。不吃饭了，心里堵得慌，转身气呼呼地走了回去。在路过长平身边时，就跟没看见他似的，直接越了过去，扛起铁镐就奔向了后院。看得长平一脸懵逼，瞎了，看到他也不说打声招呼，还好像要吃人似的。黎奴气呼呼地来到后院，瞧着眼前没翻的地，就跟看到了仇人似的，一铁镐就刨了下去，紧接着就一镐一镐地刨了下去。娄玄义正打算出门，就听到后院吭哧吭哧的声音，回头一看，见黎奴正一镐一镐地刨着地，那咬牙切齿的样子，好像见到了仇人似的。你又为难他了？他看向了长平，该不会是这货又难为那个丫头了吧？我哪敢啊！人家看我连眼皮都不带抬的。娄玄义一从外面回来，就见长平正趴在后窗，抻着脖子向外面张望。看什么呢？莫隐走了过去，也探头看了一眼，除了黎奴在翻地之外，什么也没有。嘘，那丫头都刨了一整日的地了，连饭都没吃呢。一直都没吃饭。莫隐吃惊的又往后面望了望，黎奴并不知晓前面的窗户那里有3个大男人正在鬼鬼祟祟的议论他，刨着刨着肚子就叫了起来。仰着脖子看了一眼，竟然都到这个时候了，难怪肚子饿得直叫。一想起黎奴这个名字，心里就生气，可再生气也不能苦了自己。吃饭去，凭啥给他们省粮食？回来了，回来了！长平赶忙躲到一旁，来到了前院，将铁镐放到了工具房，大步流星地奔去了厨房。没用多一会儿，就把饭和菜都吃得干干净净，又将碗筷送去了厨房。见长平正在那站着，黎奴，去给世子打盆泻胶水。见他没回话，长平又拔高了声调：“黎奴，你……我听见了。”黎奴黎奴的，不晓得他听到这个名字有多闹心。你跟谁吼呢？他瞪着黎奴，但语气也没像以往那么横，毕竟这丫头这会儿心情不顺，还是不惹恼他的好。黎奴没理他，调了一盆热水，气呼呼地端进了娄玄义的屋子。世子洗脚。娄玄义懵了，长能耐了，竟敢这种语气跟他说话，但也没说什么，将双腿抬了起来，手还特意地把住了床沿。给世子洗完了脚，又拿了块金子擦干，正想端着盆子退下，就被娄玄义给叫住了。你表现得不错，想要什么赏赐？赏赐？黎奴一愣，又看了眼娄玄义的脚丫子，洗个脚还能给赏赐吗？我说的是人偶的事情。娄玄义白了他一眼，理解能力真差。哦，嘿，世子，奴婢想跟您说个事儿。说。世子，您可不可以给奴婢
再换个名字，叫黎奴不好听吗？那再好听，它也不是人名啊。黎奴撅着嘴，黎奴就是猫，管他一个大活人叫猫，这不明显不把他当人看吗？日后让他咋出去见人呢？那我叫你阿奴怎么样？阿奴也成。瞧着这丫头勉强的样子，娄玄义就想笑。那好，日后你就叫阿奴了。阿奴端着水盆走了出去。世子，他还真是因为这个名字生气的。长平诧异地指着阿奴的背影。娄玄义点头。正想着，莫隐匆匆忙忙走了进来。世子，北疆的消息。拿过来。忙从莫隐手里接过了信件。当看到里面的内容之后，整个人都愣住了。这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玄光吐血了，正是他烧人偶的时候。世子，出什么事？世子，他话还未说完，就被娄玄义打断了。拿酒来。这会儿他只觉得心里堵得厉害，就想喝点酒发泄一下。莫隐在旁边站着，不知发生了什么，让世子情绪那么激动，忙来到跟前，把书信拿在手里。当看到里面的内容之后，也是被震惊住了。这二少爷竟然吐血了，难道害世子的幕后之人是他？阿奴，哎，来啦！阿奴，今晚你值夜，世子喝多了，你多照顾着点。值夜？还用值夜的吗？阿奴有点懵，来这好几日了，也没听说过有值夜这么回事。我都得值夜呢，你怎么就例外了？再说，你不就是干这个的吗？长平大哥，你别生气啊，我这不是不明白问问吗？这咋还急眼了呢？赶紧的吧，别忘了把世子的衣服都脱了。长平挥了挥手，气呼呼的走了。若不是这2日他忙着调查事情太累了，还真懒得用他。阿奴冲着他的背影狠狠翻了一个大白眼，关上门奔去了娄玄义的屋子。刚一推门，就闻到一股呛人的酒味儿，嫌弃的皱起了鼻子。这得喝了多少酒啊，满屋子都是酒味儿。迈步走了进去，见娄玄义正四仰八叉的躺在床上。其实他并没有睡着，只是头有点沉，不想睁眼罢了。世子，奴婢伺候您就寝。阿奴低着头来到跟前，结果没听到回话。世子，阿奴又叫了一声，结果还是没有动静，这才小心翼翼地抬头，好像是睡着了。哎妈呀，这么好看呐！这还是他第一次看到世子的样子，真是太好看了。凑过去仔细看了看，又扳过了他的下巴。鹰钩鼻子，霸道，占有欲强，有谋略，还真是个帅才的面相呢。这丫头竟敢轻薄他！娄玄义正想将他的手拿开，阿奴就自觉松开了，脱下自己的鞋子站在床上，拎着娄玄义那个脚丫子猛地一拽，直接将他的双腿给正了过来，又来到身旁抱着他的身子一扭，又把他的头震到了枕头上。阿奴并不知晓身后的娄玄义正偷偷瞪着他，将所有的衣服叠好之后，抹了一把脑门子上的汗，还挺累挺的，就这么一会儿就把他给忙活出汗了，又抹了一把脸，结果下一秒就愣住了。哎妈，整掉下来了！他惊讶地看着手里的大痦子，把他给忘了，竟然给搓掉下来了，赶忙从兜里掏出了那颗蒿子，许久没用，有点蔫巴了，也不知道能不能挤出汁水了。娄玄义惊呆了，这丫头的痦子竟然是假的。来到了铜镜前，有点看不清，又把额前碎发掀了起来，露出了那双好看的无法形容的眉眼。娄玄义再次被惊住了，这丫头也不丑啊，不但不丑，长得还挺好看的。